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白鹿王星越知道对方30个秘密，17岁就认识加深夜聊心，甜得让人上头。17岁出狱时，王星越的笑眼撞进白鹿心里，10年默契藏着30个秘密。他记得在他后腰贴暖宝宝，他悄悄换掉他的辣味外卖。深夜聊到天亮的告白，只有跟你才敢做真实的自己。左脸拍照，过马路护身的细节里，藏着比爱情更珍贵的懂得。白鹿和王星越之间那种默契，真的让人忍不住多看2眼。他们认识的时间可以追溯到彼此才17岁那年。那时候白鹿还在接一些不起眼的小角色，王星越也还只是剧组里跑来跑去的年轻人。据说2人最早的交集出现在一次青春校园剧的试镜现场。句号，白鹿那天扎着乱糟糟的丸子头，紧张的手心冒汗，一边小声背台词，一边担心自己会卡壳。句号，王星越比他早到，靠在走廊墙边玩手机，抬头就看见这个女孩自言自语的样子，没忍住笑出了声。句号，白鹿猛地抬头，四目相对，那一刻据说空气都安静下来。后来他在采访里随口提到，第一次见他就觉得这个人笑起来有点坏，但眼睛特别干净。很多粉丝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心里都像被轻轻戳了一下。这些年过去，他们之间似乎藏着许多只有彼此才知道的小秘密。有人说他们互相了解对方至少30个不为人知的小习惯和小故事，虽然具体数字可能是夸张了，但那种熟悉感却是实实在在的。比如白鹿冬天特别怕冷，可他总嘴硬说自己不冷。句号，王星越早就摸透了他，每次都会提前把暖宝宝贴在他最怕痒的后腰位置。句号，他一边炸毛一边又忍不住软下来，那种小互动看得旁人心里都跟着暖。句号，再比如王星越其实很怕辣，但每次点外卖都硬要点微辣，白鹿看在眼里，常常悄悄帮他换成不辣的。他吃完才反应过来，抬头看他时眼神里满是我就知道是你的无奈和宠溺。还有人发现白鹿手机壁纸长期是一张王星越偷拍的他睡着的照片，眼睫毛长长的，嘴角还挂着点口水，丑萌丑萌的。他笑着解释说这是提醒自己别太膨胀。深夜聊天也是他们之间很常见的一幕。句号，去年冬天有一次凌晨2点多，王星越突然发消息问他睡了没。句号，白鹿秒回没睡，然后2人就这么隔着手机聊到了天亮。句号，聊小时候被老师罚站的糗事，聊第一次喜欢一个人的感觉，聊拍戏压力大到想逃跑的瞬间。句号，最后王星越发了一句，有时候觉得只有跟你聊天的时候，我才敢做最真实的自己。白鹿隔了好久才回，那就一直跟我聊吧，永远别停。很多看到这段对话的人当场就红了眼眶。日常小细节里也藏着无数只有他们懂的默契。比如他抬左手，他就会自然地上水；他说好热，他二话不说把外套披他头上；他皱眉，他就知道他鞋没脚了，会蹲下来帮他调整鞋带。拍照时他总站在他左后方1点，因为他曾经随口说过左脸更好看。过马路他永远走在车来的那一边。他打嗝时他会突然很大声喊白鹿加油，把他吓得嗝瞬间停住。越长大越能看出来他们在性格上其实特别互补。白鹿外表甜美，内心却敏感脆弱，稍微被忽略就容易 emo。王星越看着大大咧咧，其实心思细腻，总能记住他随口抱怨的一句话，然后默默去解决。一个像太阳，一个像月亮。句号，一个照亮对方，一个把对方拥进黑夜里。句号，粉丝常常感慨，
他们越来越像彼此的解药，也越来越像对方不敢示弱时唯一的软肋。句号。这些年，他们之间到底还藏了多少没被镜头捕捉到的瞬间？多少句深夜里才敢说出口的悄悄话？多少个我只有你懂的眼神？或许正因为这些不为人知的细节，才让很多人愿意相信，在这个喧闹的娱乐圈里，真的有人愿意把最真实的自己藏在另一个人的30个秘密里，小心翼翼地守护着。2. 白鹿真的谈恋爱了？据宣甜分超标不像演的，网友白鹿大嘴配不上他。直播镜头前，王星越一句姐姐，你知道的，我很早就跟了你了，配上泛红的耳根，瞬间点燃全网。这看似即兴的告白，背后是两人5年磨合、4部作品积累的信任。在你好星期六节目上，两人对视时，王星越眼神深情而直接，让白鹿脸颊泛红。当被问及是否深夜谈心时，两人间的气氛更是暧昧到让何炅直言，有时候不需要采访，就看他们的动作和反应，就知道很有意思了。当隔板拿开后，王星越害羞的眼神和想亲又不敢亲的姿态，让网友直呼真情侣的既视感。而王星越不仅害羞地躲开白鹿的视线，还用手拍了下白鹿的大腿后，把手放到自己胸口的位置。对面的白鹿笑容灿烂，脸也彻底红透了。综艺《我们的宿舍》中，王星越毫不犹豫地将对谁又爱又恨这一问题的答案指向了白鹿，瞬间点燃了弹幕。观众们都心知肚明，这对欢喜冤家的默契和火花无时无刻不在。白鹿和王星越的合作始于2019年的《玉楼春》，当时17岁的王星越饰演孙府随从，与白鹿扮演的少奶奶毫无对手戏。戏内身份悬殊，戏外亦无交集。在《周生如故》中，王星越饰演的刘子航对白鹿的崔时怡爱而不得，被观众调侃为挂画像式追妻。戏外，王星越却专程到山上悬挂两人角色的同心锁，这种锁死式营业强化了羁绊。《宁安如梦》中，他饰演的白月光张遮与白鹿的江雪宁历经两世纠缠仍难相守。杀青后，王星越坦言，这次终于不用再单方面苦练，但依然没有圆满结局。唐宫奇案首次让二人以平等身份搭档。白鹿化身武力值爆表的女官李佩仪，王星越饰演智谋无双的太史丞萧怀瑾。剧中两人从互相试探到生死相托，戏外王星越感慨4搭中成官配，这次终于能光明正大站在他身边。在唐宫奇案扫楼直播中，白鹿与王星越背对镜头面壁清唱，无伴奏合唱剧中插曲。当唱到高难度拐音段落时，王星越主动降调为他垫音。直播中，主持人 Q 道具中吹口哨引秒探案的设计，白鹿自嘲拍戏全靠道具组救命，当场尝试吹口哨却屡屡失败。王星越立刻接梗：“姐姐需要吹替吗？我专业对口。”随即模仿马蹄声域的长啸，反遭白鹿吐槽：“你这是给马喊停，不是引秒。”双引号。互动环节里，王星越主动为白鹿调整头饰，指尖刚触及发丝便慌乱转身捂脸。他脱口而出：“姐姐，你知道的，我很早就跟了你，喜欢你了。”白鹿发型丝毫未乱，却见王星越耳根通红，他当即挑眉回应：“让你小子赚到了。”双引号。直播尾声，王星越手持剧中道具兔子灯，轻声对白鹿说：“这次终于从弟弟熬成能保护姐姐的人了。”白鹿以配件道具轻点他肩膀：“萧大人，这次案子破不了，可要挨板子的。”4搭积累的信任感让互动充满自家姐弟的既视感。在你好星期六抓诡秘游戏中，白鹿与王星越贡献了全程高能的名场面。当王星越念出游戏指令要我们2个反目成仇时，因紧张而疯狂嘴瓢，将反目成仇说成反目成仇。白鹿瞬间切换怀疑模式，指着王星越灵魂发问：“
我的闺蜜是诡秘卧底。这种戏剧性变脸让现场嘉宾笑成一团。更令人捧腹的是，王星越情急之下竟自曝我真不是好人。白鹿立刻抓住漏洞追问：你真不是好人？意外自曝让现场气氛彻底失控。尽管游戏过程中两人互相怀疑，却频频出现动作同步，同时探头搜寻线索，同步举手发言，连被吓到的后退姿势都一模一样。这种无效反目、有效搞笑的默契，被网友调侃为4年互怼的肌肉记忆。节目中还有一个乌龙事件，白鹿调皮的用手电筒道具电击王星越，却因操作失误意外电到自己。两人不仅毫无抱怨，反而因这乌龙事件笑到前仰后合。这种毫无包袱的互动，流露出家人般的轻松氛围。王星越初识白鹿时仅17岁，以新人身份参演《玉楼春》。此后周生如故，宁安如梦的接连合作中，白鹿主动为他搭建人脉桥梁。片场看到他独自落座，便招手唤至身边介绍给其他艺人。2025年冬，王星越在重庆拍摄期间一句“这里太好吃太好玩”，让刚抵渝的白鹿次日直奔片场探班。镜头记录下他蹦跳前行的雀跃背影，而王星越默默紧随其后，拎包守护，街边打闹如亲姐弟般自然。王星越生日直播进行时，白鹿捧着鲜花，拎2袋礼物惊喜现身，在镜头前大大方方送上祝福。他则认真保存白鹿的每张剧组合影，直言和他同框的时光都值得收藏。戏外互动中，嘴硬心软是两人专属的温情密码。白鹿总在镜头前嫌弃王星越慢半拍，却私下为他新歌打榜，向剧组力荐其参演。王星越被问及最依赖的人时，脱口而出：白鹿姐是我的安全区，所有心事都能毫无保留交托。在我们的宿舍里，王星越被问及又爱又恨的人是谁时，目光闪烁，却毫不犹豫指向白鹿。字幕组反复强调的答案，白鹿与两人随后的互动形成奇妙反差。白鹿玩笑式拍打他肩膀，王星越边吐槽又欺负人边自然递上水瓶。更耐人寻味的是王星越的解释：跟很熟的人相处就是这样，好的时候特别好，不好的时候可以互怼。这种不刻意美化关系的坦诚，恰恰击中了观众对真实人际关系的渴望。在片场花絮中，两人常因小学生事打闹被导演喊停。王星越晕血时，白鹿调侃他胆小，他则吐槽他交给鹿姐就闹心，但转头又默契配合配音，即兴创作。白鹿在采访中不改内娱取名鬼才本色，调侃王星越本名王涛，还吐槽他拍戏时因怕真晕血当场昏倒的糗事。面对师姐精准拆台，王星越只能无奈认领胆小鬼标签，反差萌拉满。唐宫奇案片场完全成了两人的游乐场，王星越一把抱起白鹿100米冲刺，导演喊开始，瞬间默契开跑，白鹿随口叫冷少，王星越下意识答应的反应引发全场爆笑。两人即兴比心的路透更被调侃结狗分为悍死。从玉楼春到唐宫奇案，白鹿与王星越的关系随身份进阶悄然蜕变。王星越从镶边配角成长为能接住白鹿演技爆发的男主，白鹿则从鹿姐化身能调侃你小子赚到了的挚友。戏内事件与俏的关系各自锋利，合则完整；戏外是互对互宠的姐弟，知道所有糗事，却依然觉得对方闪闪发光。